好，今天咱们关注一下世界杯快来了，3月份的这一次国家队大名单至关重要。今天咱们先看一下法国队，法国队人才济济，尤其是在锋线和后卫线。锋线领衔的是金球先生大巴黎的邓贝莱，还有皇马的姆总姆巴佩，包括拜仁的奥里塞、大巴黎的杜埃、利物浦的埃基蒂克、热刺的穆阿尼、国际米兰的图拉姆，还有曼城的切尔基和摩纳哥的阿克利乌什。其他的几位都耳熟能详，咱们重点介绍一下摩纳哥11号24岁的阿克利乌什。他的身高1.83米，本赛季各项赛事在摩纳哥首发了33次，6个进球7个助攻。目前转会市场他已经吸引了英超曼联和利物浦的兴趣。在前不久摩纳哥3-1取胜大巴黎的比赛中，曼联和利物浦就派了球探重点考察阿克利乌什，还有拉明卡马拉。24岁的阿克利乌什，他是一名左脚的右边锋，而且潜力无限，未来还有可能踢中路的位置。爆发和速度不是很快，但内切是他的特点。对抗也许偏弱，但球商特别高。根据过去青训教练的回忆，他从小个子就很小，身材瘦削，但左脚技术尤其出色。他的爸爸和他的叔叔们过去都是足球运动员，整个家族都踢球，而且都踢得很好。阿克利乌什的球商和脑子比其他人转的都更快，反应敏捷，视野开阔，从小他就负责带球，控球技术极好。他的天赋是很小就知道该如何在场上思考，懂得如何观察。要知道青训阶段许多小男孩喜欢表现自己，喜欢炫技或者粘球，但阿克利乌什就不一样，他很无私的奉献于集体，乐于传球，这是他的特点。再加上脚法特别好，传威胁球的能力很出色，这种特质一直延续到今天。在摩纳哥，他是一个喜欢控制节奏的传球手，视野很开阔，前锋队友们很容易就能接到他的传球，很舒服就能打进去。不过阿克利乌什的技术虽然赏心悦目，但发育非常晚。他的爸爸曾经担心他的身体素质的短板，可能让他无法成为一名优秀的职业球员。值得注意的是，阿克利乌什是巴黎人，但最终没有加入大巴黎。摩纳哥队更信任他，招募了他。他的球商和串联能力已经是摩纳哥宝贵的财富。在5-3-2的阵型中，他通常被安排在二前锋的位置上。作为二前锋，在场上他拥有极大的自由度，这非常适合他，在场上几乎无处不在，能够充分利用每一个到自己脚下的球。对大巴黎的比赛中，我们曾经看到他在失去平衡的情况下，还晃过了4名防守队员，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过去西班牙队的伊涅斯塔在2012年欧洲杯决赛中被5名意大利球员团团包围的那张精彩照片，简直就像是漫画足球小将里的场景。现在24岁，也正是出成绩的时候，阿克利乌什在法国队很有可能一鸣惊人。而法国队的中场方面，包括皇马的卡马文加、楚阿梅尼，还有罗马队的科内、AC 米兰的拉比奥以及大巴黎的埃梅里，另外还有咱们非常熟悉的老将土耳其费内巴切队的坎特。世界杯慢慢的就要来了，还有3个月不到，感谢大家尽量能够将老 K 的视频看完，也感谢您的订阅，感谢您的点赞、评论、分享和热推，咱们继续。坎特最近刚刚在费内巴切4-1大胜加济安泰普的比赛中上演了自己在土超的处子球。虽然刚到土耳其不久，但已经成为了队友和球迷最喜爱的球员之一。甚至在迎接他的亮相仪式上，有2名费内巴切的球迷竟然涂了黑脸，以这种方式来欢迎他。不过大家可不要学，因为涂黑脸在许多地方被认为是带有种族歧视意味的行为，但是在土耳其呢，这可能会被理解为表达崇拜或者致敬的方式。过去坎特在沙特的年薪是2000几百万，但现在到了土耳其呢，年薪是1100万欧元，而且他还加入了一个慈善项目，这是费内巴切为弱势儿童设立的1%项目。坎特也将捐出自己1%的薪水来帮助那些弱势儿童。这位过去世界上最强的后腰，现在已经34岁，他的身高号称有1.68米，但老 K 目测最多1.65米。坎特过去的特点是覆盖范围特别大，但现在年龄毕竟放在那里，估计这一次世界杯法国队会作为骑兵，作为替补来用。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现在法国队中场确实是后继乏人，看来看去也只有楚阿梅尼值得信任。好的，再看看后卫方面，法国队拥有切尔西的古斯托、大巴黎的卢卡斯·埃尔南德斯、里雅得新月的特奥·埃尔南德斯、利物浦的科纳特、阿森纳的萨里巴、拜仁的于帕梅卡诺、尤文图斯的卡卢卢和维拉的迪涅。这里咱们重点介绍一下卡卢卢和迪涅。卡卢卢今年25岁，身价已经达到了2800万欧元。他这次主要是填补了孔德的空缺，辅助古斯托。但是在去年6月在欧国联的比赛中，卡卢卢并不是很出彩。
所以有时候可能埃梅里会客串右后卫。埃梅里上赛季不怎么样，但本赛季非常猛，中场和右后卫都能踢。而最近也有消息说，曼联和利物浦也都盯上了尤文的核心卡卢卢，另外也包括曼城，包括纽卡。但据说球员本人倒是希望长期待在尤文图斯。最近关于他的热点事件就是国米对阵尤文图斯的国家德比当中，当时巴斯托尼的演戏让卡卢卢被罚下，所以这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得出1.82米的卡卢卢头脑还比较简单。但毕竟只有25岁，慢慢的他会成为球场的一个老油子。踢后卫不能太凶残，不能去伤害对方的球员，但是学一下皇马吕迪格的那种坏还是有必要的。卡卢卢过去出身于里昂的青训，很早就在 AC 米兰踢了4年球，又从米兰去了尤文。法国队的后防人才济济，他更多的还是一个替补的角色。好，咱们再看一下32岁的老将阿斯顿维拉的迪涅，他也是法国队中不多的白人球员之一。卡卢卢在各个位置上的多样性是他的一个优势。迪涅最近一个赛季在法国国家队左后卫的位置上表现堪称是自己职业生涯最佳，但是在俱乐部阿斯顿维拉他却过得较为艰难，首发地位有所下滑。主教练埃梅里是斥巨资引进了马特森，马特森逐渐成为阿斯顿维拉球队的首选。最近这段时间这2个人的出场时间都比较平均，但迪涅在最近2场对里尔和曼联的比赛中都有出场，这无疑对他也会更有利。总之他入选世界杯阵容已成定局，能不能打主力还得看到时候国家队教练组的安排。在前段时间热刺1-2输给维拉队的比赛中，迪涅被热刺队的球员单索铲伤了脚踝，那个动作非常危险，但当时迪涅仍然坚持比赛，当时留下的伤口非常大，看回放也非常的吓人，很有可能会成为重伤。而丹索当时在场上已经向迪涅道了歉，他也反复说自己确实没有恶意，所以这件事也能看出32岁的老将迪涅是一个战斗属性极强、精神属性极佳的悍将。过去迪涅和比利时的阿扎尔，他们2人都是2005年加入了里尔青训，但阿扎尔呢要大2岁半。2007年16岁的阿扎尔已经在法甲在里尔队完成了首秀。2012年夏天阿扎尔转会到了切尔西，而2012年的1月28日迪涅的法甲首秀替换下场的正是阿扎尔，所以这2个人在2011到12赛季还短暂在一个队里待过。他们在那个赛季一共同场了15次，可以说当时阿扎尔算是迪涅的老大哥，2个人关系很好，互相尊重。以后的每一次赛场相遇，迪涅总会主动热情地问候这位老大哥阿扎尔。但现在阿扎尔已经退役了那么多年，迪涅在法国队的世界杯却正值当打之年。另外，法国队人才济济，今天他们的 U21 队也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大名单，这里面咱们耳熟能详的像布阿迪、特尔和约罗都在列。特尔几年前在拜仁慕尼黑一鸣惊人，身价还曾经到达过5000万欧元，但后来很快被拜仁看穿了他的潜力，就卖给了热刺，成为这2年热刺球迷心里那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不过特尔毕竟只有20岁，谁知道未来几年会不会进化呢？而曼联的约罗本赛季在联赛已经首发了16次。今天也有科特迪瓦的记者报道说，约罗和国际米兰的前锋伯尼都会选择代表科特迪瓦国家队出战。虽然这俩曾经过去都代表法国青年队出战过，但至于消息是否确切，咱们还得再观察，毕竟是来自于科特迪瓦的报道。好的，接下来再着重介绍一下18岁身高达到了1.86米里尔队的布阿迪。目前关于他会继续留在法国效力呢，还是直接去摩洛哥国家队参加美加墨世界杯呢？这件事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据说他已经口头同意代表摩洛哥出战。现在阿森纳、利物浦和大巴黎都在持续的关注这位里尔天才。阿森纳总监贝尔塔已经准备在未来给出4500万英镑的报价。布阿迪这小子不仅球踢得好，而且他的口才异常出色，15岁就获得了法国中学生全国演说比赛的1等奖。此外，他非常热爱数学，正在攻读数学的学位。正因为此，他也被称作法国足坛的小爱因斯坦。现在在球场上，他不断提升自己的进攻端的决策力，身体的力量和对抗能力也在加强。但最重要的特点还是智力超群，他总是能够分析自己在比赛中的不足，懂得反思，懂得自己汲取教训。同时他的技术还有快人一步的反应，总是在场上出类拔萃，总能够提前完成预判或者传球的操作。像咱们曼联的球员勒布朗·詹姆斯·姆波莫就说自己学会了国际象棋之后，跑位能力提升了。所以布阿迪从小在数学方面的研究，我估计可以让他的空间思维更加的全面和敏捷。咱们华人最喜欢说的有脑子会思考的球员更加难能可贵，确实是如此。
这样的思维能力不仅仅体现在球场上，而且在生活中一定程度上也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布阿迪是一名组织型的中场，在这种需要判断场上形势能力的位置，过去法国队有过齐达内，但在起组之后已经缺了多少年了。而最近在里尔队的比赛，布阿迪甚至可以客串踢边后卫。所以如果他真的要去摩洛哥国家队，法国队未来在齐达内当主教练的时候将失去一块瑰宝。好的，这一次3月份法国队的门将位置选了大巴黎的舍瓦利耶、AC 米兰的麦尼昂，还有雷恩队的桑巴。布莱斯桑巴这名门将呢已经31岁，这是一名很有性格的球员。在2月份法国杯的比赛中，他和俱乐部的主教练贝耶在场边发生了争执，因此就没有被列入接下来的法甲比赛的名单中。桑巴过去还曾经代表诺丁汉森林征战过当年的英冠附加赛，后来他去了朗斯，也是朗斯的队长，再从朗斯队以转会费1500万欧元到了雷恩队。在雷恩，他以480万欧元的年薪，也是雷恩工资最高的球员。主教练德尚今天说，现在这一份大名单当中26人的绝大多数都会出现在5月13日的法国队最终名单当中。而主教练德尚对这26人名单最大的一个考虑呢，就是每个位置要配备3个备选，这一点绝不妥协。过去法国队也遇到过一些极端情况，比如在世界杯曾经有2名左后卫受伤。另外，法国队非常看重团结，团队长期相处的人文因素也是德尚做决定的重要依据。这一次法国队招了埃尔南德斯两兄弟，一个其实在沙特联赛今年就屡次犯错，另一个在大巴黎永远是替补。还有像图拉姆和穆阿尼今年的状态也比较臭，但主要德尚可能还是看中了卢卡斯可打边后卫可打中后卫的能力，还有特奥的进攻能力。带穆阿尼主要是因为马特塔一直在受伤，所以就没法带马特塔。还有现在法国队左脚中后卫就只有卢卡斯这一个。目前这批名单当中2018年世界杯冠军的遗老就只剩下邓贝莱、埃尔南德斯、坎特还有姆巴佩，所以法国队人才济济，更新换代还是很快的。再看看22年决赛的球员当中，也有一批球员现在已经入选不了。不过还是能够看出德尚这个人还是比较偏保守，而且念旧。像后卫同时带上卢卡斯和特奥就能说明这个问题。法国队其实还有克洛斯还有托利索都已经公开表示想进最后大名单。像托利索包括托万本赛季的状态都很好，法国国内也在为这几个球员鸣不平，就不知道最后德尚还有没有可能会考虑。33岁的右后卫约纳森·克罗斯2022年3月曾经在法国队上演首秀，22年的世界杯落选，24年的欧洲杯虽然入选，但是零出场。这名右后卫已经33岁，他的特点是助攻能力很强，传中很精准，插上也积极，对抗硬朗。落选的主要原因还是右后卫有新人上位，像古斯托、卡卢卢还有埃梅里也可以客串这个位置。克罗斯毕竟年纪比较偏大，体能和回追速度有下滑，所以德尚在右后卫方面更看重年轻攻防一体，可以客串中后卫的右后卫。而31岁的里昂队中场托利索，他是2018年世界杯的冠军球员，上一次入选法国队呢是2021年的欧洲杯。他在里昂队是队长，特点是全能型的中场，传球非常准，传球成功率88%以上，远射很强，防守覆盖面广，也有领袖气质。他的状态很稳定，也很出色，属于法甲顶级中场之一。不过法国队中场像楚阿梅尼、卡马文加、拉比奥、坎特还有埃梅里、奥里塞等等，德尚还是更倾向于更年轻、跑动更强、覆盖更大的中场。托利索以前在拜仁慕尼黑时期多次重伤，这也影响了他在德尚心目中的信任程度。好，33岁朗斯队的托万呢，他能够踢右边锋，可以踢前腰。2018年世界杯和2024年的欧洲杯都没有能够入选。他的特点是技术细腻，盘带很强，远射和定位球出色，经验丰富，但随着年龄偏大，速度和冲击力下滑。现在右边锋攻击型中场这一块，法国队新人是井喷，登贝莱、奥里塞、杜埃、切尔基、阿克利乌什都可以。德尚更加看重年轻活力，还有多位置都能打的球员。好，除此之外呢，法国队落选的还有永远的遗憾格列兹曼，他是在24年9月宣布从国家队退役。虽然是主动退役吧，但由于现在的这支法国队在中场极度缺乏创造力和控制力，法国国内还是在继续要求请求格列兹曼复出踢最后一届世界杯，这种呼声从未停止过。资深的法国球迷都会感叹，现在队里面没有人能够替代格列兹曼的那种组织和防守串联能力。另外呢，还有像本杰明·帕瓦尔，他也属于被遗忘的功勋。
他的身体很健康，在俱乐部表现也稳定。帕瓦尔去年为了争取主力位置，从国际米兰租借加盟了马赛。然而本赛季马赛的战绩波动比较大，他在马赛0-5输给大巴黎的比赛中表现也不佳，受到了猛烈的抨击。虽然帕瓦尔是2018年的夺冠功臣，但是运动能力已经不如年轻一代，只是他的经验极为丰富，而且能够胜任中后卫，也能打右后卫，这样的多面手被放弃也有些可惜。好，至于 AC 米兰27岁的福法纳呢，他是因为在俱乐部位置有变动，被要求要踢得更靠前，这就让他失去了在国家队原本的节拍器的定位。他在名单公布前也公开表达想找主教练德尚谈一谈，但最终没能入选。在27岁正值巅峰的年龄，竞争方面输给了更年轻的曼努科内。福法纳在3月8日的米兰德比中还首发出场，帮助 AC 米兰1-0战胜了国米。德尚是喜欢他过去在法国队防守节拍器的定位，但在俱乐部他已经被要求要承担更多的进攻组织的职责。另外还有过去咱们阿森纳的太子贡多齐，他的表现其实还可以，但始终没有能够重返国家队。法国国内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的两极分化，支持者呢认为他具备现在这支法国队缺乏的斗志和覆盖能力，而反对者则认为他是样样通样样松。现在德尚追求极致的身体素质，在这样的体系中，贡多齐显得有些平庸。最近为了寻求更多的上场时间来重返国家队，贡多齐也在冬窗2026年的1月从拉齐奥以2800万欧元加盟了土耳其的费内巴切。尽管在土耳其超级联赛他的表现还算积极，不过德尚认为土超的竞技强度还不足以支撑他挤掉在罗马队效力的曼努科内。好的，接着呢，老 K 再从自己的观点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一届法国队的夺冠前景。首先，这次世界杯是超级主教练法国队超级主教练德尚的最后一次带队。德尚作为球员的历史我们都很熟悉，1998年齐达内率领法国队夺冠，当时队长就是德尚，他是一名非常硬朗的防守型中场。其实个人感觉很类似于94年世界杯巴西队的中场，也同样是后腰的邓加。德尚作为主教练出名主要是当时在俱乐部03到04赛季，他带领了摩纳哥进入欧冠决赛，正好对上了穆里尼奥带领波尔图进入决赛，这是两人的首次欧冠决赛。最后穆里尼奥一战成名，3-0波尔图脆胜了摩纳哥。随后最特别的一个就远赴英格兰执教了切尔西，而德尚也离开了摩纳哥。当时的德尚只有36岁，执教摩纳哥的第3年，主打的是攻势足球加快速反击。那一支队伍里面有队长久利，还有莫伦特斯、罗腾、埃弗拉阿德巴约等等。当年的那一支法甲劲旅其实并不是传统的豪门，也是靠着主教练包括团队再加上快速反击，还有一些当时的年轻才俊才爆了大冷门。当时在欧冠小组赛，他们是和拉科努尼亚、埃因霍温、雅典 AEK 同组，以小组第2出现以后1/8决赛总比分3-2淘汰了莫斯科火车头，1/4决赛遇上了皇马，最后是总比分5-5通过客场进球，特别是次回合3-1逆转，震惊欧洲淘汰了皇马。半决赛遇上了当年阿布的切尔西，总比分5-3淘汰切尔西。但是在决赛上第22分钟，他们的核心球员久利就伤退，整个进攻体系崩塌。随后第39分钟，波尔图的阿尔伯特破门，第71分钟德科扩大比分，对，就是巴塞罗那现在的足球总监德科。第75分钟，阿列尼切夫锁定胜局3-0。整场比赛的表现，摩纳哥其实控球更占优势，但是效率极低，防守上崩盘，可谓德尚的战术被当年的穆里尼奥完全压制。一战封神后的穆里尼奥以420万英镑的年薪执教了切尔西，开启了自己的狂人时代。德尚呢，虽然创了队史的记录，但是决赛的惨败再加上随后阵容的流失，在04年夏天离开摩纳哥，随后执教了尤文、马赛队，直到2012年接手法国队才重回巅峰。今年的法国队相比于2018年夺世界杯的那一次，最大的短板和弱点就在中场。另外，就在名单公布前3月17日大巴黎对阵切尔西的欧冠比赛中，巴尔克拉脚踝严重扭伤，韧带2级损伤。可以说巴尔克拉的缺席，这届法国队在左路的攻击力直接折损40%以上，因为姆佐姆巴佩更多是出现在中路或者右路去游走，巴尔克拉是法国队唯一的左路的纯正的爆点。好，今年法国队第2个看点是切尔基能不能成为新的格列兹曼。现在在曼城，瓜迪奥拉对切尔西的改造已经让他在曼城的预期助攻数排名英超第1。
所以老 K 认为格列兹曼留下的7号位真空，切尔基也许能够填补，他是能够在密集的防守中跳舞的人才。只是老 K 会担心在德尚强调的高压防守体系下，切尔基的灵性会不会被限制。另外，由于现在名单中的前锋人数高达9人，所以在对阵巴西的热身赛，德尚可能会试验一种极其激进的阵型，4-1-3-2，单后腰可能是楚阿梅尼，所以最大的看点是楚阿梅尼能不能扛住巴西队还有后面哥伦比亚队的中场冲击。而进攻线呢，如果姆巴佩没有伤病的话，那么可能是姆巴佩加埃基蒂克的双塔战术，再配上前腰群，切尔基居中，2-1可以是奥里塞和邓贝莱。所以本届世界杯老 K 认为最大的看点就是切尔基在曼城踢出来的这种曼妙的传球能力，这方面跟德尚过去对于防守的执念之间产生的冲突，如果能够解决好，能够掌握那恰到好处的平衡，那么这届法国队绝对拥有夺冠的实力和能力。但是同样的，有时候就像做菜炒菜一样，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平衡，只有在对阵强队，在半决赛决赛当中，你才能够通过比赛真正看出来能不能够恰到好处，能不能够妙到颠好。如果处理不好，甚至可能在小组赛就脆败下来。过去类似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像德国队、西班牙队都有过惨痛的教训。总之，埃基蒂克、姆巴佩、邓贝莱、奥里塞等等没有问题，那绝对牛逼。楚阿梅尼、卡马文加、拉比奥甚至坎特等等也没有问题。但在老 K 心目中，这届法国队的关键字儿就是10个人抬钢琴，1个人弹钢琴，弹钢琴的那位就是切尔基。具体来说呢，切尔基拥有逆天的双足能力，他是足坛非常罕见的左右都可开弓的天才。他的惯用脚是左脚，但是呢，有 46% 的传球来自于右脚，这就意味着右脚的使用频率几乎持平。他甚至可以用左脚和右脚来分别交替的主罚角球，这就让防守球员很难防，根本无法预判。所以这样的双足怪，切尔基的场均触球数量还有过人成功率依然是顶级的。老 K 个人觉得呀，他就有点像梅西、阿扎尔和小罗纳尔多的混合体，是一种非常古典的前腰的踢法，甚至带点老派，带点傲气。不过缺点也同样就是来自于这种古典前腰的踢法呀，防守方面是黑洞，他拒绝回防。不过好在现在瓜迪奥拉的调教下，他2026年的防守贡献度已经从过去的个位数提升到了 12% 左右，当然还是不够了。所以切尔基必须学会在丢球的第一时间，在攻转守阶段 transition 阶段，必须丢球第一时间要进行压迫和反抢。切尔基自己也曾经说过，现代足球太像机器人了，我想要带回的是艺术感。所以就像过去齐达内一样，法国队阵中切尔基如何在保留自己创造力的同时变得更加团队化，这是接下来对巴西、对哥伦比亚的热身赛，还有今年世界杯老 K 必须要重点关注的。其实法国这个国家因为太大嘛，也是以内讧著称。像著名的评论员罗腾最近炮轰过切尔基，批评切尔基在国家队有时候表现得不够尊重这件球衣，认为他过于追求一些花哨的动作，而不是像在俱乐部在瓜迪奥拉手下踢得那么简洁有效。罗腾批评切尔基是赛后极紧型的踢法。不过在节目中，切尔基也曾经亲自回应过过去说他难以管理的传闻。他说，人们总是把我妖魔化，但是我从来不和教练闹矛盾。我承认我在对阵乌克兰的时候踢得不好，我还在进化中。那么在法国国内将切尔基、奥里塞还有埃梅里称作是新的氧气 oxygenation。 主帅德尚对切尔基的评价是，切尔基拥有极强的空间消除能力，也就是能过人，但他必须学会如何和姆巴佩建立默契。所以有可能老 K 认为，如果德尚担心同时首发切尔基加姆巴佩加邓贝莱，让法国队的防守压迫有可能彻底崩盘的话，那可能就会让切尔基担任超级替补，在对方体能下降的时候再上场去拆解防线。因为我们都知道姆总是从来不会防守的，邓贝莱现在有进步，但几年前他也是不喜欢防守。再加一个切尔基，这3个人确实都是创造力、进攻性十足。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看德尚如何安排。值得指出的是，在国家队，切尔基的传球成功率一直保持在 85% 以上，可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防守端贡献率只有 12%， 这是他未来能否打动德尚获得首发的关键。作为球迷，作为老 K， 当然是希望最好的球员都能同时上场。但是老 K 从94年看世界杯当时是巴西队夺冠，主教练佩雷拉就是实用主义，为了追求防守的极致稳固，亲手牺牲掉了队内一些最有创造力的顶流球星。
所以世界杯想夺冠往往会伴随着这种对浪漫主义的触觉。94世界杯的巴西队当时牺牲了他们的10号球员拉伊，拉伊是当时的队长，巴西队的灵魂，也是巴西名宿苏格拉底的弟弟。小组赛其实拉伊打得还可以，但是佩雷拉就是认为他在防守端的贡献太低，移动太慢。淘汰赛开始就果断撤下了拉伊，改用了工兵型的中场马金霍。马金霍嘛，他的2个儿子可能更出名现在的新球迷更知道，一个是迪亚哥，一个是拉菲尼亚，过去都在巴萨待过。迪亚哥后来在拜仁慕尼黑，在瓜迪奥拉手下，后来又去了利物浦队。而拉菲尼亚呢，过去被称为最像梅西的球员，当然不是现在这个拉菲尼亚。而且马金霍还培养了一个球员，可能大家就不知道，这个呢也叫罗德里戈，但不是现在皇马这个，是出生于1991年他的父亲是过去1980年代巴西著名的左后卫阿达贝尔托。阿达贝尔托和马金霍在塞尔塔队是队友，也是生死之交。马金霍就是这个罗德里戈的教父。这个罗德里戈·莫雷诺从小就跟马金霍的2个儿子迪亚哥、拉菲尼亚是一起长大，3个人在西班牙一起练球，情同手足。罗德里戈·莫雷诺呢，曾经效力于皇马青训，还效力过本菲卡队、瓦伦西亚和利兹联队，所以这一位可以算是马金霍的养子。虽然他叫马金霍是叔叔，当年马金霍为了带这3个孩子练球，还在西班牙专门开了个足球学校。所以老 K 也认为马金霍除了自己足球踢得好，还拿了世界杯冠军之外，他也是绿茵场足球方面一个顶级的育才大师。当年从马金霍替代了拉伊在世界杯打主力之后，巴西的中场就变成了邓加加毛罗席尔瓦再加马金霍，3后腰铁闸。虽然巴西队的场面经常很沉闷，但防守确实坚如磐石最终在决赛120分钟0-0靠点球夺冠。同时1994年主教练佩雷拉还牺牲了野兽埃德蒙多，还有17岁的天才大罗纳尔多。大罗是在替补席1分钟都没上，看了整个过程。而埃德蒙多呢，虽然球踢得极好，可脾气火爆，而且常常不守战术纪律，也是全程坐冷板凳。而当年4年后的1998年的法国队雅凯，同样的也是以防守著称，同样的也是以防守夺冠。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门户，牺牲了当年欧洲最顶尖的2位天才创造性球员坎通纳和吉诺拉。坎通纳是当年曼联的国王，吉诺拉是法甲和英超的宠儿。但是雅凯认为坎通纳的性格太强势，会阻碍队内其他内的成长，而吉诺拉被他认为是防守方面不利华而不实。当时1996年的欧洲杯以前，雅凯是顶着全法国的压力，全法国的媒体都把他给骂死了，但是他永久地放逐了这2大天才，建立了以德尚、布兰科、德塞利为核心的钢铁中后场。虽然当年的前锋线被诟病为软弱无力像主力中锋吉瓦什一球未进，不过法国队确实凭借密不透风的防守，还有齐达内的玄学的头球，在家门口在法国捧得了世界杯。所以德尚骨子里流淌的就是当年雅凯1998年的实用主义血液。切尔基虽然老 K 喜欢因为有顶级的创造力嘛，但是防守贡献极低，他就必须要向德尚证明他的进攻输出能力能够覆盖掉自己在防守端的漏洞。如果证明不了，他很有可能复刻1994年拉伊的剧本，最后在淘汰赛完全坐穿板凳上不了场。好的，3月26日打完巴西之后，3月29日法国还会和哥伦比亚打一场友谊赛，6月4日最后的友谊赛对科特迪瓦，然后6月16日小组赛第一场对塞内加尔，6月22日小组赛的第2场对手还没有出来，可能是伊拉克、玻利维亚和苏里南其中的一个。以老 K 看来，这时候打完法国队应该已经出现了。6月26日小组赛最后一轮对挪威已经可以休息休息，轮换。好，今天咱们详细介绍了一下法国队，也为美加墨世界杯预热。接下来其他的各支强队老 K 都会一一道来。好的，今天先看看美国那边中北美的冠军联赛1/8决赛次回合，迈阿密国际对阵纳什维尔。比赛第7分钟，梅西在禁区内中路得到了左路的传球之后狭窄空间利用了自己卓越的技术，摆脱后的抽射攻入了自己职业生涯第900个进球。迈阿密国际1-0，但比赛第74分钟，埃斯皮诺萨在门前的补射破门扳平比分。由于在客场迈阿密国际打了个0-0，而中北美冠军联赛仍然在使用客场进球更占优势的规则，所以迈阿密国际被淘汰。不过梅老板也不差这么一个冠军啦。梅西从20岁开始每年进50个球，
到38岁进900个球，实在太吓人了。当然了，有许多年份他的进球数远远大于了50球，毕竟年轻的时候和现在35岁以后也做不到年年进50球嘛。不过比赛中可以看出梅西的队友确实太弱，完全没有中场控制能力。现在队内花了这么多钱买来这么多球员，其实还不如梅西刚刚来的时候那一群名不见经传的队友踢得更好。现在呀，队友们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强传给梅西。可是梅西虽然踢得好，但却没有一个人可以跟自己打配合。只要梅西进不了球，其他人没有一个能站出来的。再加上今天的纳什维尔队防守确实很强。哎呀，总之无所谓了，梅老板进了900个球，大家开心开心就好。好，另外昨天切尔西0-3输给大巴黎。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切尔西的主教练罗塞尼尔让加纳乔带着自己的一张纸条上场。他当时非常的兴奋，在一张纸上飞快地写下了一些东西，然后就把纸条递给了加纳乔。可是加纳乔看完纸条后呢，脸上是一脸困惑，长出了一口气，然后慢吞吞地走开了，一副极不情愿的劲头，简直就像一个10几岁的学生被老师要求去给那些自己恶作剧了的同学道歉一样。所以很显然，加纳乔对这个纸条是相当的不屑，于是他回到场上的速度比普通人走路都要慢。要知道当时切尔西是总比分8-2落后，如果是切尔西领先，他这种磨蹭的速度绝对会因为拖延时间吃到黄牌。从边线走到了队友阿达拉比奥尤那里，加纳乔足足用了27秒。而我们用地图软件预测呢，这段路程啊，普通人只需要走15秒。这样的乌龟一样的加纳乔才把那张罗塞尼尔认为很重要的纸条递给了阿达拉比奥尤。阿达拉比奥尤又把凯塞多喊了过来，凯塞多看完纸条也是低声嘟囔了几句，还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现在罗塞尼尔啊，因为各种事，特别是最近的这一个事件，被外界大部分人认为啊，他总喜欢摆出一副高人一等姿态。他是一个自我认知和实际位置严重错位的人。要知道，对纽卡的比赛之后，罗塞尼尔就因为自己的言论遭到了广泛的嘲讽。而在罗塞尼尔的指令通过纸条被传达下去之后，切尔西连一脚射门都没能打出来，最后以总比分2-8的耻辱纪录惨败出局。这种表演型的人格，在球队创纪录、耻辱输球的同时，还在假装自己很努力、很聪明，真的太爱表演了。想起在斯特拉斯堡最后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当时也是表情动作非常夸张，无以复加。就算是卓别林大师级别的默剧表演，也没有那么多浮夸的表情。再想想当时打阿森纳在酋长球场破口大骂，也能看出来这一点。那么在输球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罗塞尼尔还表示，切尔西俱乐部已经处理好了关于内奸泄密的事情。根据最新的报道，这个内奸呀是外部人员，泄露的信息也并非直接来自球员。而此前在对阵大巴黎的2回合比赛前，切尔西的首发阵容都已经被提前透露给了媒体，所以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不知道。现在罗塞尼尔带的切尔西各种抽象新闻，就像他们那个球员在中圈围住裁判的事件。最新的消息，在他们围住裁判以前，切尔西已经收到了裁判机构的警告，被警告啊，不要在中圈围着皮球站一圈。可是切尔西的球员们仍然这样做了。此前一周在切尔西对阵阿斯顿维拉的比赛中，切尔西在下半场开始时同样也是在中圈围圈，这就曾经引起过维拉球员的不满。当时好几个维拉球员啊都表示很沮丧，向主裁判提出了投诉。罗塞尼尔递纸条这件事儿，意大利名帅卡佩罗就直接批评，毫不客气地说罗塞尼尔的脑子不正常。卡佩罗说，他做的这件事儿甚至会让自己的球员都忍不住发笑，这就是切尔西球员当时内心的想法。你看看加纳乔在拿到那张纸条时的表情，就好像在说，你到底在跟我说什么呀？哼，当一名主帅做出明智的决策的时候，球员会全力配合，可是当你这样去安排的时候，又怎么能指望别人参与进来呢？ AC 米兰的传奇科斯塔库塔同样也是批评道，我曾经也是球员，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不会觉得这是主帅拉拢球员的方式。我们能够从加纳乔的表情中也能清晰地看出他的态度也不认同这样的安排。而西汉姆联队的传奇球星名宿迪卡尼奥也批评道，看着加纳乔拿到纸条上场的样子，我以前执教的时候也有些古板，但现在这些所谓新生代的教练有时候几乎就像一位哲学家，这看起来像个笑话。他们总坚信哪怕最后几分钟的态度也很重要，他们对此深信不疑。我见过很多人，就算球队已经0-3落后了，也会这么做。
这些教练呀，想向外界证明自己把研究坚持到了比赛的最后一刻，这就是新生代教练的普遍风格，我能够理解。但我总是会想，你到底在干什么呀？好，另一方面，坏消息，太阳报的权威报道，皇马球星英格兰的阿诺德已经和他的模特女友埃斯特尔·贝恩克分手了，两人的交往刚刚18个月。去年，当阿诺德从利物浦转会到皇马后，埃斯特尔帮助阿诺德安顿下来，还曾经和他一同出席阿诺德在伯纳乌球场的欢迎仪式。要知道，阿诺德和埃斯特尔相识的时候距离他和裘德洛的女儿埃瑞斯洛分手仅仅1个月。阿诺德和女模特儿是在拍摄广告时候认识的，并且擦出火花。随后球员就频繁地去点赞埃斯特尔的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照片。埃斯特尔今年25岁，出生于英国，分手后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取关了阿诺德。遗憾呀，可惜呀，这可能是所有的球星女友当中最好看的一个。对了，这位女模特其实是德国人，但好像不太会说德语。她从小就住在摩纳哥，在伦敦上的大学。TikTok 上甚至有许多她的粉丝说，这女孩呀不是01年的，是04年5月份出生的。换句话说，和阿诺德谈恋爱的时候，她才20岁。好，说到 TikTok， 最近前曼联的球星小豌豆埃尔南德斯在 TikTok 上摇身一变成了厨师。他放下了足球靴，穿上了围裙，还拿起了摄像机，亲手制作了一款自创的米兰风味的三明治。他煎制的牛肉搭配的芝士和牛油果，甚至还自制了青酱，所有的食材都铺在烤得香脆的虾巴塔面包上面。看到这个视频的球迷们都以为是 AI 合成的。阿尔南德斯留给曼联球迷最后的印象是15到16赛季，当时季前赛，助理教练吉格斯强烈要求让范加尔要上小豌豆。范加尔本来一直不太看好他，好不容易嘛，让他有了上场机会，结果一个空门给踢飞了，飞得非常离谱。打飞之后，替补席的范加尔、吉格斯还有鲁尼3个人对着很尴尬的互相看了一眼，特别有意思。范加尔的眼神差点把吉格斯给杀掉。好，足球，咱们也不能只看男足球员，今天也必须要关注一下太阳报专题报道的26岁克罗地亚女球员安娜。目前她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数已经超过了280万。安娜·马尔科维奇，她的职业生涯初始于2017年，在苏黎世效力了2年，随后加盟草蜢，在草蜢一直效力到2024年。去年她移居美国，目前效力于布鲁克林女足。足球自有黄金屋，足球自有颜如玉。此刻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大家请顾自默默的欣赏。好，今天的欧联和欧协联1/8决赛的次回合，弗赖堡主场5比1后2回合总比分5比2晋级。里昂队主场输了0比2，两回合总比分1比3输给了塞尔塔。主要是比赛中自己被罚下去2个，那就没办法了。中日德兰主场1比2输给诺丁汉森林，两回合2比5被淘汰。AEK 拉纳卡由于有球员被罚下，主场1比1战平，加时赛又被罚下，比分1比2，两回合总比分1比2被水晶宫淘汰。佛罗伦萨客场2比1，两回合总比分4比2晋级。雅典 AEK 输了个0比2，但仍然两回合总比分4比2晋级。韦因茨2比0，两回合总比分2比0晋级。皇家贝蒂斯4比0，两回合总比分4比1晋级。波尔图2比0，两回合总比分4比1淘汰了斯图加特。罗马队主场输了3比4，两回合总比分4比5遗憾的败北，博洛尼亚晋级。阿斯顿维拉主场2比0，两回合总比分3比0淘汰里尔队。顿涅茨克矿工主场1比2，但两回合总比分仍然是4比3晋级。阿尔克马尔客场4比0，两回合总比分6比1晋级。巴列卡诺队主场0比1，两回合总比分3比2晋级。斯特拉斯堡主场1比1，两回合总比分3比2晋级。欧联杯的8强出炉，下一轮值得关注的比赛是水晶宫对佛罗伦萨，美因茨对斯特拉斯堡。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您的订阅，咱们明天再见。